大家好，我是游戏贵族工作坊的负责人黄明婷。今天我们会谈到晴天咖啡馆是如何透过异业结合，创造出有别于其他作品的游戏体验。我们将从7个问题去探讨，从为何开始到如何制作，最后再谈到未来的可能性。首先，晴天咖啡馆是款讲述一群大学生们的青春恋爱喜剧，结合了台湾咖啡文化与恋爱冒险文字游戏的元素，让玩家们跟着青涩的主角群一同体验成长道路上的酸甜苦辣。爵士风格的配乐、实地的背景、本土化的配音与剧本，游戏结合了台湾在地风情，是一款可以轻松咀嚼的 ABG 游戏。主要游戏玩法是透过点击滑鼠去推进故事，十分简单。游戏中特别开发了与咖啡知识相关的实作系统，带领玩家一步一步了解第三波精品咖啡的浪潮，以及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是如何制作。我们规划3种不同的结局，玩家主要透过选项和冲煮咖啡来获取分数，拿到不同结局。第一个问题是，为何想做游戏，以及为何选择做 AVG 呢？从小我的爱好是程式设计，当时学了 C++ 和 VB 2大语言。2010年时的我对于游戏模组着迷，当时运用了程式的底子魔改红色警戒2跟 CS 1.6， 也建立了相关的社群。2014年的我对日系动漫画和二次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的我认知到，唯独游戏是能够同时结合美术、音乐、程式和剧本，等同于可以运用我所会的知识去结合兴趣，创造出与玩家互动的世界。会选择制作 AVG 是因为它是最容易上手制作的，它可以运用最少的程式去结合二次元少女与故事，仿佛好像少女跳出来跟你对话一样。最开始是我自己兼任制作人和程式的角色，拉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始了游戏制作计划。于是第一款作品 Not Right 就诞生了，非常有学生味道的作品。制作花费2年，但实际的游玩时数只有10分钟。做完后，我们认知到，如果真的要做游戏，我不得不全职只做企划。隔年，我开始策划晴天咖啡馆，这次只当制作人，并运用制作过 AVG 的经验，将第一款作品的灵魂带到了晴天咖啡馆。第二个问题是，一开始是怎么样跟咖啡结缘的呢？我归纳出3大原因。第一个是家里的长辈每天煮咖啡，所以耳濡目染。第二个原因是国中和高中放学时，我最喜欢待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店混时间和与咖啡师聊天。那第3个问题是自己非常爱喝咖啡，也有7年的煮咖啡经验。而契机是4年前，我因为每次想要请朋友喝杯黑咖啡，都会被我不喝苦的东西或是喝咖啡对身体不好的理由拒绝，这让我非常错愕。在一个每秒卖出13杯咖啡的台湾，既然大家都对咖啡有奇怪的误解，我去翻了翻咖啡相关的书籍，发现都偏难懂。YouTube 上面的影片也都是高手在做教学，没有实际的尝试与器具，根本学不会。于是理所当然的，我选择将游戏与咖啡做结合，在与女主角谈恋爱的过程中，能喝上一杯浓郁的咖啡，是多么扣人心弦。第3个问题呢，为何要与实体咖啡店合作？原因是我们在制作晴天咖啡馆的过程中，曾有人问，台湾真的有咖啡文化吗？我想就跟其他有跟历史沾上边的游戏都会被质疑一样，势必会有人质疑团队在咖啡上的专业程度。那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就需要有专业人士背书。于是我灵光乍现，为何不与咖啡店合作呢？一来能解决被质疑的问题，
二来解决了我们在开发初期缺少咖啡店背景和咖啡器具素材等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是跟异业结合能带给团队、玩家以及咖啡店什么好处？想到我们可以从咖啡店取得素材和知识，但我们总要提供给咖啡店价值吧。于是这张关系图就诞生了，它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我们跟咖啡店与玩家的关系。由于我们跟4间咖啡店合作，除了基本的咖啡师顾问能提供知识当后盾外，每间都客制了不同的合作模式。其中几种合作模式像是咖啡店能提供实体的展示空间，我们可以在店内贩售任何有关晴天咖啡馆的商品，例如说像是周边人形立牌等等，或者是我们共同研发特调咖啡饮品和与甜点放在店内或者是线上或者是展场上贩售都可以。我们再跟咖啡店做利润分成，我们则着重在帮咖啡店宣传和创造设地效应，不论是背景、CG、主视觉、社群宣传或资本宣传品，都可以做置入性行销，包含游戏里头的物件都可以被客制化成咖啡店的商品。当玩家有兴趣，可以导流玩家到每个咖啡店的线上或线下商店购买。另外有参加电玩展或同人展时，也能帮咖啡店贩卖商品，像是前几年的台北国际电玩展跟 FF，可谓噱头十足。我们还可以跟咖啡店举办线下活动，就好像安利美特咖啡店一样，有不定期的动漫画限定期间活动。最后，不论是期间限定的特调饮料，还是咖啡手作教学，我们都可以做尝试。这也让想真实体验咖啡文化的玩家可以有地方去。第五个问题是如何运用巧思将咖啡体验带入虚拟游戏。我们与咖啡师共同设计的咖啡手作小游戏，能让更多人学习深入浅出的咖啡制作方式，并激发对于咖啡的兴趣。什么是咖啡手作小游戏呢？举例来说，故事进行到一半，女主角想喝一杯咖啡，那身为店员的男主角需要煮给她喝。这个过程就会教导玩家如何挑选合适的咖啡豆或正确冲煮咖啡的动作，最后就可以获得一杯美味的咖啡，进而学习到煮咖啡的知识。并且我们在背景里有暗藏咖啡小知识，这些小知识都是我们从咖啡圣经 SCA Handbook 去截取出来的精华，从咖啡的产地、品种到用什么器具去冲煮，我们可以用可爱的图像去取代艰涩复杂的文字。玩家可以在游戏的过程中收集这些物件，就会出现不同的奖励，像是目前的 Steam 成就。之后 DLC 可能会额外有游戏的支线、角色的造型跟 BGM 等等，这样都增加了 AVG 的游戏性，又能让玩家觉得咖啡是如此趣味。最后不忘说到一点，我们选择台湾作为实体取景的地点，所有的角色对话皆由本土配乐配音，而剧本方面也非常具有台湾味。这一点对于要传递台湾特有的咖啡文化也十分重要。第六个问题是，传递咖啡知识与游戏性该如何取舍呢？我们用爱情故事来包装咖啡知识，以至于跟市面上的游戏式学习的游戏有所区别。他们都太注重在教学而忽略了故事，导致枯燥乏味，玩过几次就不会想玩。而晴天咖啡馆的主轴还是爱情故事，并不会因为要传递咖啡知识而导致故事和游戏性的丧失。游戏性和咖啡知识呢，两者的占比会占6:4。玩家会在游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会生活新知，即使没有任何的咖啡知识或对于咖啡没有兴趣，玩过之后都会对咖啡有进一步的了解，甚至产生兴趣。
第7个问题呢是游戏与异业结合未来的可能性。近几年文化与科技不断的在交汇、摩擦，然后融合。从台湾政府和民间各部门都在推动奖励金和比赛就能看得出来，异业合作必定是未来的趋势。建议如果要异业结合的开发者，可以先从了解要跨界的产业开始，像是我们多次与咖啡师对谈，或做实际的操作，像是杯测、磨豆和冲煮等累积到一定的知识量和人脉后，可以开始制定合作的关系与标的。最终团队会将这些 know-how 整合进游戏，并调整游戏性的平衡。我们团队的理念是学得尽兴，玩得优雅。在这样初衷之下，未来我们势必得持续探索游戏与异业合作的可能性。像是下一款作品可能会开发与调酒相关的游戏。我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如果能跟酒吧或酒商合作，都使我们感到兴奋。最后，我们从开发晴天咖啡馆得到非常多异业合作的 know-how， 但方法终究只是方法，会因为作品的性质的不同而改变。希望大家能体会这当中的思维。谢谢大家。